今天呢，我們開一個箱，這是一款可調電源的表頭，邊學邊試，生活誌。我為什麼要買這樣一個表頭呢？我已經有了一個可調電源的表頭，為什麼還要買一個呢？这就是这樣的一個可調電源表頭，心意的可調表頭。然後我們看一下我正在用的可調電源，它是怎麼樣？這個是我之前一直在使用的可調電源。這個可調電源有什麼樣的不足呢？目前是沒有發現的。唯一現在用起來有一點不太好用的就是感覺體積稍微有點大，其他的還好，就是不管是精度呀什麼樣的都是比较好用的。這個我是使用了2個電動車铅蓄電池的充電器給它改裝的，下邊的是一個電源，上面的是使用的充電器的殼子。這個充電器它的電壓是36伏，電流是12安到20安。這個電池充電器它是比較便宜的充電器，它没有那種可保護的開關，比如說有負載的時候才開始充電，它是只要一充電它就輸出相應的電壓電流，沒有那種有負載才能充電的那種保護。還有這個可調電源它實際是一個降壓的可調電源，不能升壓，只能降壓。它的最大電壓是60伏，電流是6安。目前我用到的這個可調電源用的最常用的電壓是沒有超過20伏的，最大是20伏，也就是將近100瓦。這個100瓦是用在哪呢？用在我的烙鐵上，我的電烙鐵是100瓦的，然後這個可調電源就可以輸出接近100瓦的功率，然後用的電壓是19伏4安的，然後就通過它對電烙鐵進行供電，這樣的話電烙鐵升溫比較快。然後這個可調電源它是什麼樣的呢？它是一個200瓦的，最大功率是40伏9安的。它和這個可調電源不同的點是，它只有降壓的電压，而它是既能升壓又能降压。它的輸入電壓是6伏到36伏，輸出的電壓是40伏，輸出電流是9安，輸出功率是200瓦。它是一個升降壓的電源。這個電源比這個電源多出來的功能有，它有一個手機 APP 控制，可以通過 APP 然後控制輸出的電壓電流，調節各種參數。還有就是它是可以聯網的，然後通過手機藍牙連接到這個升降壓電源，然後給這個升降壓電源配置 WiFi 設置，讓它聯網。然後這個 WiFi 電源它就有實時天氣的功能，還有時鐘，還有相應的動畫，還有相冊，這個就是比它多的功能。对於普通的焊接小電路的人來說，這個電源就非常好用，它的輸出電壓完全是滿足普通的焊接的需求的，而且非常的智能，操作也非常的簡单。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按钮是比它多了一個的，多了一個 Shift 功能鍵，然後這個 Shift 功能鍵就可以調出相應的天气啊、時鐘、動畫、相冊這些功能。当然它的價位也是比它高一點的，就多了10塊錢，也就是它的聯網的功能。然後我們現在就給它拆箱看一下。包裝也非常的簡单，自带有风扇，接线也非常的简单。这里是 Out， 是输出的正极负极，输入的正极负极，只要给它接上一个电源，然后就可以输出相应的可以调節的電壓電流了。這個可調電源我準備怎麼用呢？
我就是想着可以把家裡邊一些不使用的充電器，比如说電腦的適配器，給它用在這上邊。電腦的適配器，它的電壓一般都是20伏，大概5安左右的電流，就是完全滿足目前一些焊接電子元器件使用，非常的不錯。除了将它焊接成一个方便的可调电源外，其實可以把這個表頭給它單獨做成一個模塊，這個就是相對來說不太好用，因為它的體積來說是比較大一點的。它是36伏，它的實際使用的是60伏的，就是沒有完全的利用到它的所有的功能、所有的電壓。而這個的話，就能夠使用到目前一些不用的一些電源適配器，它是升降壓的，20伏它可以升降壓，它可以輸出40伏。它除了使用適配器之外，還有其他的用處，比如說找一個光伏板，就是太陽能板，把它接到太陽能板上，就可以通過旋鈕去調節輸出的相應的電壓電流來進行使用。然後光伏板它的輸出的電壓一般都是12伏或者24伏，而光伏板使用的適配器輸出的只有2種電壓，12伏和24伏。使用這樣的可調電源就非常的方便，它可以調節0到40伏。這個也是一個插頭，可以給它拔掉的。我們把線給它接好之後，然後插。接線的時候一定要注意，就是避免電源的正負極然後短路。我的一個經驗就是把這個插頭拔掉，然後再給它擰螺絲。還有就是接線的時候一定要把這個線給它包得長一點，不要讓線太硬。就正負極的線，正負極的線是非常硬的，然後一定要把這個外層的皮給它包長一點，包長一點就露出裡邊的這樣的細線，再給它接，就是細線稍微留得長一點，不然就是你包出來只有一點，然後就非常容易正負極短路。